嗨，大家好，我是教徒。我手上这一颗 Ryzen 7 9800X3D 是2024年11月开卖的最强游戏 CPU。那这颗热门程度，听说开卖的当天下午，原价我就开始排队。好在这次候补排到比较前面，让我有机会在去年11月拿到这颗最强游戏 CPU。先来看规格，9800X3D 使用 AM5 脚位，基础频率 4.7 GHz。核心最大可以来到 5.2 GHz， 并且支援超频。核心跟 L3 跨区和 5700X3D 一样，8核16多执行序96 MB 的 L3 跨区。预设 TDP 只有120瓦，只高 5700X3D 15瓦。是说各位装 CPU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面的三角防呆，要跟主机板的三角对齐。下面这位老哥就是 CPU 装反的最佳例子。目前最强的游戏 CPU 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所以 CPU 上面的防呆一定要注意，这可是保护零件的重要符号。再来看一下这次使用的主机板，老样子，依旧选择华硕 TUF 系列的 TUF Gaming X870 Plus WiFi。这次的 X870 跟上次的D890比风格不太一样，是说都到这个价位了，我希望主机板散热片能给到满。再来看看 I/O。Type A 数量跟 D890B 从之前的6个变到8个，还提供2个 USB 4的 Type C。它跟Thunderbolt 4一样，传输速度一样有40 Gbps。哦，对，还有件事，如果大家买华硕 X870 主机板的话，一定要更新到12月3号发布的这个韧体，才会有完整的 USB 4支援。供电部分使用16+2+1方案，参考之前的 TUF B50 Pro 8+2供电。我的 5700X3D 仍然能顺跑，这次的 9800X3D 一定够推。而我最在意的 SSD 跟上次的 M4 的 B50 Pro 有多了2个 M.2 插槽，支援2个 Gen 5跟2个 Gen 4，但第二槽如果插 Gen 5 SSD 的话， PCIe 第一槽会变成 PCIe 5.0 818。不过以现在来说，我了不起就是上到 Gen 4，因为 1TB 的 Gen 5可以买2TB 的 Gen 4 SSD 还有找 Gen 5降价后再来考虑吧。至于 SATA 就比较尴尬，只给2个插槽，因为我手边还有几颗传统硬碟跟 2.5 寸 SSD， 里面装的也都是我之前工作拍摄的素材。剩下2个的话，有些硬碟只能考虑外接。我是打算把传统硬碟放电脑，然后 2.5 寸的买外接盒，体积小又不怕摔。那除了 TUF X870，那我们看一下市面上还有哪些更有 CP 值、扩充性更好的主机板吧。先从华硕开始，它的 Primacy X870 PCSM 是市面上最便宜的 X870， 6690元的价格，有4个 M.2 跟2个 SATA 3， 8个 Type A 孔跟2个 Type C， 加个 WiFi 价格变到7590元， CP 值依旧不错。再来就是我的 TUF X870 9990元，扩充大致跟前面2个一样，只有在供电做了点加强。讲实在话，这次的 TUF 确实少了点诚意。再来是 X870 Aorus 2力 WiFi 7 10490元，有4个 Type A 孔，2个 Type C， SATA 也支援到了4个，这个价位有这样的扩充性，良心啊。接下来华擎的 X870E Nomos WiFi，价格虽然来到了12990元，但它有4个 Type A 孔，2个 Type C， 5个 M.2 4个 SATA。就规格来说，这是目前可以装5个 M.2 板子里面最便宜的。而这次会买 X870，就是看中它的 USB 4的传输速度。那如果大家没有工作需求，只是想打游戏、看看 YT 的话，也不用买到 X870 啦，B650、B850 就够用了。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到哪边。机壳这边我也想做一点特别尝试，我喜欢的 YouTuber FPS OG 上，他身边就有一个裸测架，可以方便测试数据，还可以加快测试速度，所以我也替自己买一个裸测架来完成这次 9800X3D 的开箱。好，接下来要介绍匿名的 CPU 保护盖，它可以避免散热膏溢出到 CPU 旁边造成损坏。只能说 AMD 超会替别人创造商机，上次 M4 是防拔气，那这次是防溢出。不知道下次还会发生什么，那这边我会展示一下安装过程。
先介绍一下这次使用零件，显卡使用 RTX 4070 GDDR6X 版本，散热器则是匿名的寒冰装甲360水冷。对这个水冷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开资讯卡看下之前的开箱哦。另外，为了方便记录整机功耗，加快测试速度，我这次还特别买了华硕索尔兔850瓦白金牌，内建萤幕可以显示即时功耗，让收集数据再变得快一点。再来效能部分 ，BIOS 我更新到12月27号的0830版本 ，FCLK 调整到2000最稳。对，还有件事，就是这张主机板在更新主机板 BIOS 后，插2条8000的记忆体有机会不会过，所以接下来这组知己，我将同样使用7000%的频率跟宏基的6000次频率来做比较。先来个 R23 跑分。在使用匿名 ARGB 360寒冰装甲的情况下，多核心跑分 9800X3D 功耗在130瓦左右，温度在75度上下，最高温度能压在80度以内。多核分数接近23000多分，单核突破2000分，跟之前的 5700X3D 比，多核心高了将近10000分，单核也有700分的进步。虽然跟 265K 比起来还差一大段距离，但游戏体验上 9800X3D 体验就是会比较好。另外记忆体测试部分，虽然 9800X3D 用上了 DDR5， 但只有写入效能有大幅提升，读取跟复制就还好。只开 ESPO 延迟也会有点高，甚至比之前的 265K 再高一点，要做点调整才能压在75纳秒以内。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头戏游戏测试，在逃离塔可夫街区地图中，570X3D 依据使用场景的不同 ，CPU 可以让显卡使用率约在20到40%附近，跑地图的时候约70到90帧，开镜会掉到40到50，就是我有点卡。但 980X3D 就不一样了，在各种场景下 CPU 可以让显卡使用率维持在50%附近，最高能到60%。跑地图的时候帧数最低也可以在120，最高能有到140，即使是开镜也有80到90帧，开镜的帧数回复也会比 570X3D 快一点。这是我第一次在街区地图跑出这么高的游戏帧数，我都快哭了。再来是 CPU 单核性能最佳测试员 CS2， 在 1080p 低特效下 ，980X3D 跟 570X3D 的差距可以到了300帧，整体提升约在40到50%左右，这个升级真的超值得的。再来是最终幻想系列 FF14 跑分，
在4070效能都被吃满的情况下，5700X3D 的使用率约在20到50%之间，帧数依据场景的不同，在200到300多之间浮动，最高能接近400帧。9800X3D 使用率呢，通常在20%左右，最高只有到30%。帧数依据场景的不同，也是200到300之间浮动，但最高帧数能到500帧。总分对比5700X3D， 成绩进步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我猜可能是显卡遇到瓶颈，那再过一阵子，我也会买张50系列显卡再测一次。接下来，我想测试华硕主机板开启 Turbo Game 跟游戏核心调整配置可以降低多少延迟。这两个主要功能都是降低延迟，提升游戏性能。那开启后，在 R23 分数上会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因为 Turbo Game 模式理论上是把多执行序关闭，减少 CPU 发热，并优化游戏体验，才导致分数下降许多。低延迟模式则是一些简单的核心优化，对性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张 X870 主机板上，9800X3D 不管是6400还是8000的频率，开启 Turbo Game 模式或者加低延迟模式，多核效能都会大幅的降低。单核性能虽然影响不多，但它确实还是下降了一点。至于记忆体延迟好像也没比较低，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单独开启 Turbo Game 模式 ，CPU 倍频只能到 50.25 倍频，但加上低延迟模式又能回到原本的 52.25 频率，这真的很奇怪。另外，不管在6400还是7800的频率上，怎么看都是不开这两个设定，延迟才会是最低的。不过这些都是理论上，我们还是跑个游戏来看一下吧。首先还是逃离塔可夫，开启 Turbo Game 模式下，因为关闭多执行序的原因 ，CPU 使用率来到了50到60%，但帧数还是120到140那附近，体验下来我感受不到太大的差别。加上低延迟模式，帧数跟体感上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在 CS2 上，这两个模式也没多大的差别。再来是最终幻想系列 FF14跑分，帧数上还是没有明显差别，依旧在200跟300之间浮动。另外，虽然差距只有一点点，但我发现不开这两个设定的情况下，分数反而是最高的，不如不要开还省点事。不过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关注它啦，看看华硕会不会继续优化这两个设定，大概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想稍微介绍一下这颗 9800X3D 的内显效能，它使用2组 CU、4组 ACE 非同步计算引擎。支援 H.264 跟 H.265 编码，并且支援 AV1 解码。在日常使用的话，开启硬解之前 ，CPU 使用率约在10%，内显则是在30%附近。开启之后 ，CPU 的使用率可以降到4%左右，我觉得挺不错的。这样可以降低 CPU 使用率，把压力转到内显。当 9800X3D 的效能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那这内显能不能打游戏呢？我的答案是算了吧。在 1080p 全低特效中，玩2077会直接变成投影片，要像 265K 内显到勉强能玩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颗内显最大的价值就是在显卡出事的时候，还能上网看看 4K 影片。另外，在生产力测试中，9800X3D 搭配 48GB 的记忆体，
输出30分钟的影片，耗时10分31秒，比上一部 265K 输出到一半直接蓝屏好太多了。那最后我来聊一下这次的使用心得，其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6400跟7800的频率在效能测试中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在 IW64 延迟测试6400的延迟还比7800低，而在日常使用还是游戏体验，我也没感觉到任何明显的差异，所以我不会推荐在 9800X3D 身上花大钱投资高频率记忆体。那该买什么频率的记忆体？网络上的资料告诉我们，大概是在6000到6400会是比较好的甜蜜点。那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你可以考虑久一点，因为我接下来工作上的关系，会把之前的 12700K 平台卖掉，多出来的预算我会去买2组微刚的6000 24GB×2 的双通道记忆体，把我的 9800X3D 进化成游戏工作的277机，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差异。再来显卡的搭配，我推荐大家性能不要低于我的 RTX 4070，因为我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在 R23 跑分中， 9800X3D 对比 5700X3D 多核性能明明有 75% 左右的提升，单核也接近 60% 的提升， CS2 也有 40% 到 50% 的提升，可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在最终幻想里面差距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提升幅度只有 10% 左右。想要发挥 9800X3D 的完整实力， RTX 4070终究还是不行，大家未来还是等50系列吧。那过年想组个电脑打游戏，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当然首推 9800X3D， 但现在 9800X3D 在原价需要搭配主整机方案才能买到，第二选择就是 7800X3D， 而且现在搭配华硕的 TUF B650 Plus WiFi 主机板还可以折1000块，它依旧有着不错的单核性能跟大快取优势，但要注意的是，它的帧数依旧输 9800X3D， 并且跟 9800X3D 比，积热问题也会比较严重。我推荐大家直接来个360水冷会比较好。那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原本其实想推当初我在京东花5000多块买的 570X3D， 或者另外一个 CPU 7600X3D。不过 570X3D 在原价我涨到8000块的时候，京东这边过个几天它就卖完了，连原价物现在也没有 570X3D 可以买，虽然卖8000块我也不会买啦。第二个选项就是 7600X3D， 京东这边也显示没有货，原价物同样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推荐大家可以改买原价物6990元的 Ryzen 7 7700 MPK， 它有8核16多执行序，虽然没有 X3D 系列这么大的快取，只有 32MB 而已，但它的单核性能最高可以到 5.3 GHz， 用来打游戏还是做一些工作，像是输出影片或者转档，依旧是可以胜任的。而且它是 M5 脚位，未来如果有一天能单买 9800X3D 或者有更强的 CPU 的时候，也还是有升级的空间。我是教徒，谢谢大家愿意看到这边。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让我尽早达到盈利门槛，获得的收益我会用来买更多更好玩的东西来进行开箱。我们下次见，拜拜。